一开始魏无羡还有些紧张，说实话，不管自己有多喜欢背后这个人，在这一刻都不会起太大作用。任是谁遇到这么一个冷冰冰的人站在背后，还时不时冒出两句冷飕飕指点的话来，都不会轻松到哪里去。可魏无羡是谁？真正意义上的学霸，这世上几乎就没有能难住他的问题。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还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小孩闹作一团。蓝忘机沉默地看着这个叫人不容忽视的青年，思绪翻飞。他活得像光，明亮又耀眼，哪怕是在愁眉苦脸的人都能在见到他瞬间笑靥如花，几乎没人能够阻挡，包括自己大哥哥。他听到有个11、12岁的男生叫魏无羡，他回过神来，看向那个少年，是个因恶性骨肿瘤进来的孩子。说来可惜，一开始孩子觉得腿疼的时候，家长没有在意，一直以来的习惯叫他们以为这是长个子才导致的，结果到后来越拖越严重，等孩子实在忍不了送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而且根据片子来看，病灶还有转移的迹象，恐怕不是灭活或者截肢那么简单了。蓝忘机敛了敛眼眸，几乎已经想到了他要问魏无羡什么。不出意料，小男孩问魏无羡：“我可以不截肢吗？”魏无羡一怔，旋即弯下腰来，笑着问他：“为什么呀？病情严重的话要截肢才能好的呀。”男孩本来见他和其他病人又说有笑，觉得很亲切，以为他会给自己与那个冷冰冰的大哥哥不同的答案，却没想到结局都是一样的。霎时泪水溢满眼眶，男孩崩溃大哭道：“不要，我不截肢，死也不要。”魏无羡闻言怔了一下，他看了眼病历，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病情，而且照患者目前的状况来看，截肢已经是最轻的后果了。这孩子过2天就要手术，按理说早该有个心理准备，怎么可能还会反应这么激烈？他一边蹲下来安抚小孩的情绪，一边下意识地抬头去看蓝忘机。那人分明站在不远处，却是抿唇不语，只冲他摇了摇头。他再一偏头，只见孩子的父母也是捂着嘴，眼含泪光。魏无羡聪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想来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医生并没有与他说实话。他看着那张哭花了的小脸，轻轻叹了口气。孩子到底还是孩子，不明生死，却知美丑。他已经因为化疗剃光了头发，要是再失去一条腿，恐怕真的会接受不了。11、12岁，正是爱美的年纪，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正值青春璀璨，可偏偏花一样的年纪，却叫病魔占据了他们的身体。于是阳光附上阴霾，鲜活变得沉寂，他们只剩下这最后一点的权利，真的不想再失去了。魏无羡轻轻擦拭着小孩脸上的泪珠，勾起唇角对他笑道：“你看你这个孩子，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怎么就当真了？哭成这样，快赶紧把眼泪擦擦。”结果孩子哄不住，越哭越大声，一边哭还一边道：“你是个骗子，我不信你。”魏无羡，按理来说魏无羡长得好看，又喜欢笑，实在是个再亲和不过的人了，可无奈这人惯会调笑，嘴上又总是不积德，所以连小孩子都不太信他。更何况他刚刚和孩子开了那样的玩笑。魏无羡实在是有苦说不出，他看着孩子那张倔强的脸，不由得笑道：“你不信我，总不能不信他吧？”他朝蓝忘机的方向努了努嘴，挑眉自豪道：“你做手术那天他也会在，他可是我们医院最厉害的一名医生了，一定不会让你截肢的。”闻言，小孩子果真看了过去。和魏无羡不一样，蓝忘机一贯清清冷冷，不爱与人多言，但说出来的话却都是精简至极，又明确至极。更何况他生得高大，本身就自带一种威严。小孩一下子就被震慑住了，他呆呆地看着蓝忘机，连哭都忘了。蓝忘机不会撒谎，他看着孩子那张隐隐有些期待的脸，半晌才为难地了一声。见他这样，魏无羡实在觉得好笑，只可惜他现在还不能笑出来。他看着小孩那张涕泗横流的脸，想要给他擦擦，结果掏了半天都没找出什么东西来。魏无羡尴尬地收回手，悻悻地看了蓝忘机一眼，后者瞬间会意，转手递给了他一包还未开封的纸巾，省得他待会儿面上挂不住拿手给人家擤鼻涕。魏无羡如蒙大赦，他接过纸巾，从里面抽出一张白净的纸，
一边帮小孩收拾脸上横七竖八的痕迹，一边笑着对他道：“你看，我没胡说吧？”小孩看了看他，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蓝忘机，这才堪堪止住了哭泣，低低地了一声。魏无羡终于松了口气。骨肉流的孩子腿疼得实在厉害，站不了多久，魏无羡把他搀到病床上，又安慰了他几句，用那张最擅长说甜言蜜语的小嘴哄得小孩破涕为笑了，才又去询问其他病人的状况。直到查完最后一个病人，他们才从这间病房里出去。可甫一出门，还没来得及走远，就听到身后有人叫他们。魏无羡回头一看，发现是刚刚那个孩子的父母。两个人做贼一样看了看身后，确定孩子乖乖回到了病床上，这才朝他们走来。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一眼，转回头去看他们。一对夫妻中，父亲的情绪还算控制得住，可母亲却是一直抽泣，哭得简直要背过气去。魏无羡忍痛把手中准备小心翼翼收藏起来的蓝忘机的纸巾又给了那个妇人，然后又苦口婆心地安慰几句，那人的情绪才稳定下来。魏无羡觉得自己简直不是来做医生，而是给他们来做心理辅导的。生活不易，魏医生在心里默默为自己叹了口气。患者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抬起眼去看蓝忘机，显然是相信了他刚刚说的那句他搓了搓手，面上带着些许侥幸：“蓝大夫，那我儿子的腿很难。”蓝忘机已经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了，所以没有让他继续下去。他这个人从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肯胡乱应承别什么，这次为了患者的情绪才不得已如此。他清冷的目光看向那个脊背有些佝偻的男子，认真道：“孩童可以安慰，大人却要清醒。”男子听他这么说，心一下凉了半截。他揪住蓝忘机的衣袖，抬起眼，像是一头快要饿死的狼，看见了捕兽夹上的猎物，明知九死一生，却还是要奋力一搏。他几乎是结巴着，祈求着自己孩子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那有没有一点点希望？他还是个孩子，要是没有腿了以后怎么办？我们是穷苦人家，给他看病已经花了不少钱，他要是没了自理能力，以后可怎么办哇？他一句话翻来覆去的讲那么多遍，字字泣血。蓝忘机不是铁石心肠，眼里多少有些动容了。可他是医生，不能随便去放话，只是实话实说道：“我和温医生自然会尽全力，但你也要做好准备。您孩子腿的情况，之前温医生应当已经和你说过了，股骨胫骨都有肿瘤，如果按照普通方法，第一医生切除困难，第二效果未必好，所以还是建议你们可以做截肢手术。”听到这样的回答，孩子父亲一下子脱了力，瘫坐在地上。母亲也开始哭了起来，可他们生怕孩子听到，便一直压抑着。